这个女人只是花钱点个陪聊，却意外目睹了一场绑架案。她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能隔着屏幕拼命叫喊，让蒙面人放掉自己点的陪聊小哥，不然她就去报警了。可对方却根本不在乎，直接打晕了小哥，最后留给他一个奇怪的暗号。宝拉不想多管闲事，直接把拍下的视频交给了警方，但负责办案的梅姨却没当回事。提供陪聊服务的网站在国外，且不说他们能不能查到对方主播的 IP 地址，谋杀发生的地点也不一定是在本地。以他的办案经验来看，宝拉8成遇到了诈骗，后续蒙面人肯定会用小哥的性命为威胁，对宝拉进行敲诈勒索。梅姨反复强调，后面要是接到陌生号码，一定记得直接挂断，千万不要给骗子赚钱。他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，随后匆匆结束了出警。可一个大活人就在自己面前被绑走，而且对方还跟自己热聊了好几个月，宝拉怎么可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呢？这天他下班回到家，刚准备给女儿做晚饭，便接到了一个虚拟号码打来的电话。他下意识地接了起来，岂料对面却传来了陪聊小哥的求救声。这两人虽然聊得很不错，说到底只是网友关系，在现实中并没有见过面。绑匪要的赎金也不多，15000美刀，他肯定拿得出来的。但他更怕是一场骗局，一旦陷进去，便会被情绪绑架，再也无法脱身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宝拉再次报了警，但得到的答复却跟之前一模。宝拉只能安慰自己，这就是一场骗局，他并没有见死不救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绑匪的电话竟再次打了过来。这回宝拉正在洗澡，没法第一时间挂断电话，女儿好奇地接了起来，却听到了对面传来的呼救声。宝拉急匆匆走出浴室，解释说是一场恶作剧，让女儿不要放在心上。但女儿眨了眨眼，觉得这一切并不像是假，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她不想让女儿卷入这种离奇的绑架案，更不想让女儿知道自己花钱点陪聊的事。在用零食安抚好女儿的情绪后，她开始认真思索起了应对之策。绑匪使用的是虚拟号码，想要拉入黑名单屏蔽几乎不可能。虽说更换手机号操作简单，可一旦换号，就等于舍弃过往的社交圈，不少老朋友也会就此断了联系。就在宝拉为此一筹莫展之际，绑匪竟然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公司，他顿时有些慌乱。对方不仅知晓自己的工作地址，就连女儿就读的学校也一清二楚。这早已不是普通的网络骗局，而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。宝拉第3次前往警局求助，依旧没有得到有用的帮助。警方警力有限，根本不愿把资源耗费在这类毫无根据的案件上。宝拉前不久刚刚离婚，还因为女儿的抚养权问题和前夫闹得水火不容，私下花钱点陪聊，还遭到他人威胁，这种事实在难以启齿。一旦这件事被曝光，他很有可能彻底失去探视女儿的权利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宝拉决定依靠自己找出真相。身为一名新闻审核员，他最擅长的便是梳理信息，寻找细节漏洞。在复盘了往日的聊天记录与画面后，他才恍然大悟，自家日历上标注着接送女儿放学的时间都被摄像头清晰拍下，日常工作单位、作息规律、接送孩子的时间全都暴露无遗。他一直把对方当作知心网友，殊不知自己的所有个人信息早已被对方打探得一干二净。宝拉平日里没有保存聊天录像的习惯，唯独目睹绑架那晚，他用手机完整记录下了全过程。反复翻看视频后，他发现房间里有一处鳄鱼图案，这是佛罗里达大学的专属标志，证明小哥要么是该校学生，要么居住在学校周边。墙上贴着的鞋子贴纸是当地一家特色酒吧独有的纪念品。视频里隐约传来飞机轰鸣的声音，说明住处临近机场。再加上画面中出现的外卖包装袋，说明附近有一家名为谢先生的连锁餐厅。将所有线索整合汇总后，基本就能确定绑架事件发生的具体位置。宝拉带着整理好的全部线索，第4次来到警局找到梅姨。可即便有了精准地址，梅姨依旧态度敷衍，只是随口答应会派人前去调查，让宝拉耐心等候消息。警方办案有着固定流程，至于什么时候能调查出结果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宝拉满心无奈，本打算前往前夫家中看望女儿，却意外得知了一个坏消息。那帮骗子已经把电话打到了前夫家里，甚至放出狠话要对孩子下手。为了家人的人身安全，在事情彻底解决之前，他暂时失去了探视女儿的资格。接连的打击让宝拉怒火中烧，既然警方不愿出手相助，那他就只能前去一探究竟了。只要证实这群不法分子的所作所为，他就能借助媒体舆论向警方施压。他一路驱车疾驰，很快抵达了线索指向的地点。此处紧邻机场，街对面就是谢先生连锁餐厅。住户门口的信箱上也印着熟悉的鳄鱼标志。为了保护自身安全，宝拉从车上取下了一根球棍。他试探性按下门铃，发现这屋子根本没有上锁。他鼓起勇气推开门，墙上的照片、屋内的陈设都足以证明这里就是那位陪聊小哥的住处。桌上摆放的饮品丝毫未动，屋内回荡着震耳欲聋的音乐，处处都透露着诡异的气息。宝拉忐忑不安地走向卫生间，一眼就看到了浴缸里露出的一只脚。他起初还天真的以为这群人只是饮酒过量，在浴缸里睡着了。可事实远比想象中残酷，小哥显然已经死了很久。这些天打来的求救电话，大概率都是提前录制好的语音，或是利用变声器伪造出来的。宝拉被吓得转身想要逃离，可凶手只是去车里拿个电锯，实际上并没有走远。这的确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，而幕后之人既是行骗的骗子，也是杀人的凶手。危急时刻，宝拉躲进了杂物间，随后用手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所幸凶手忙着处理血迹，并没有发现屋内有个目击者。可就这么干等着也不是个事儿。宝拉看向头顶，天窗并没有锁死，或许他可以从那悄悄溜出去。就在他拿起球棍准备把天窗打开之际，一阵熟悉的手机铃声响起。由于工作需要，宝拉从不会给手机设置静音，铃声在空旷的房间内显得格外刺耳。凶手自然也发现了杂物间有人，他拿起匕首，踮起脚尖来到门口。而宝拉也明白不能再等了，一旦被对方抓住，自己绝对会死得很惨。宝拉顺着屋顶一路来到阳台，可这里没有楼梯，要想活命，他只能往下跳。所幸楼下有个垃圾堆，虽然不幸被罐头划伤，但他至少是逃出来了。趁着凶手还在四处搜寻，宝拉迅速来到汽车边上，尽管手还在忍不住的颤抖，但他还是用最快的速度发动了车子。不过由于走得太过匆忙，一个粉色袋子从车上掉了下来，里面装着宝拉女儿的运动鞋。但此时的宝拉却没注意到这些，她好不容易把车开到安全的地方，本想立马打电话报警，可这个电话一旦拨出去，便意味着会暴露她混乱的私生活。而且一旦被卷入到连环凶杀案，那他就别想再争夺女儿的抚养权了。宝拉只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若无其事地回到公司继续上班。在几天前，他意外在陪聊网站目睹了一场绑架案，警方说这是一场诈骗，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弗拉格是网站上的金牌陪聊，虽然他接待的客户都是女性，但真正喜欢的却是男人。为了早日摆脱这份不喜欢的工作，他会在取得女性客户的信任后，自导自演一场绑架案。要是运气好，很多客户都舍得花个1-2万来赎他。假如客户不愿意掏钱，那他就用以往陪聊的视频为威胁，多少都能勒索点钱财。可这次的宝拉却不堪其扰，竟追到线下，要把他送进警局。但不巧的是，有人抢先了一步，动手的正是弗拉格的男友。由于不知道姓名，咱们暂时就叫他豺狼吧。在上一次见面时，弗拉格透露说已经攒了一大笔钱，要带豺狼去过2人世界，不知道是想分手还是另有所图。豺狼直接下了死手，用铁链活活勒死了对方。他熟练地将尸体拖进浴缸，随后收走了弗拉格的手机和电脑。他在房间里四处搜寻，终于在冰箱里找到了一枚神秘 U 盘，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，要让他对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呢？时间紧迫，豺狼必须在尸体变得僵硬前完成分尸。可就在他去车里拿电锯时，宝拉却恰好摸进了屋子，还在浴室发现了尚未凉透的尸体。他并不知道宝拉是什么人，也不清楚对方有没有看见自己的脸，但既然已经决定动手，那也不在乎多杀一个人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位老太太在晒太阳时，意外发现了一只可怜的猫咪。看对方脖子上的项圈，应该并不是什么流浪猫。她伸出手抚摸了一下，岂料手上却一阵滑腻。再看猫咪的脚下，竟是一条被啃食了一半的舌头。这猫咪也是饿坏了，连主人的尸体都没放过。但既然发生了命案，警方自然不能坐视不理。经过仔细比对，梅姨很快把嫌疑人锁定在了宝拉身上。对方刚来警局报过警，还提供了敲诈自己之人的地址。可第二天那人就死于非命，这很难不让人怀疑。宝拉只能苦笑，无奈地说出了自己正在争夺抚养权的事。梅姨表示尊重，却还是无法理解。可要是站在宝拉的角度，一旦被前夫知道她私下跟一个陪聊男主播有联系，而且还卷入了对方的谋杀案，前夫肯定会用尽所有办法来证明她不适合当一个母亲。梅姨从袋子里掏出一枚腰果，说起前夫，她其实也有一段不算美满的婚姻。她虽然表面上放过了宝拉，可私下依旧把对方列为了重点怀疑对象。随着夜幕降临，宝拉终于说服了前夫，让女儿来自己公寓住一晚。可他不会想到的是，在几十公里外的案发现场，一个身影穿过警方布下的警戒线，在房子周围四处寻找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便在路边找到了那个粉色的袋子，这原本是宝拉女儿在上体育课时穿的。为了避免跟其他女生搞混，所以鞋拔子上写着孩子的名字。这个杀手用吹风机烘烤鞋底，随后掀开鞋垫，将一片追踪器放了进去。紧接着再写上姓名，复制4双一模一样的鞋子，最后送到各个学校。只要东西进了失物招领处，那鞋子的主人就肯定会过来领取。到时候只要守株待兔，他就一定能找到需要干掉的目标。丹妮其实也不想这么麻烦，可昨晚在干掉自己的男友时，她不小心被一个女人撞见。要是你好奇杀手为什么会有男友，不妨先去问问著名的尾款杀手豺狼。为了刺杀的成功，这点小小的牺牲在所难免。总之，那个女人跑得太快，丹妮一时间没能追上。但也正因为太匆忙，对方在现场留下了一双粉色运动鞋。看鞋的尺码，这明显是属于一个孩子的。而那个逃走的女人，8成就是对方的母亲。于是丹妮花了点钱，去超市买了3双一模一样的鞋子，然后以此为诱饵，终于成功找到了需要善后的目标。接下来就简单了，只要一路尾随，查清楚对方的作息规律，就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。可就在跟踪的路上，纽约警局竟突然打来电话。丹妮迅速平复情绪，关闭车窗，随后按下了接听按钮。警方能打来倒也不奇怪，在跟男友弗拉格相处的过程中，对方已经把丹妮介绍给了邻居。如今弗拉格一死，自然得通知他这个家属。I literally just saw him and we were just together. 丹妮的声音微颤，说话明显带着哭腔。要不是知道谁是凶手，还真被他给骗过去了。说话间，女人已经停下了车。丹妮一边哭泣，一边记下了对方的住址。他本以为还得等到晚上再动手，可没想到女人还是个骑行爱好者。
把女儿送去上学后，便骑上单车开始了晨练。这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。他找了个借口挂掉电话，是时候开始猎杀了。今天是工作日，纽约的大爷大妈们显然没有来公园遛弯的兴趣。他迅速踩了一脚油门，不要误会，这地方太过显眼，制造车祸并不明智。他只是想找个停车位，等女人骑到公园深处时，才是他动手的良机。只要把一根木棍卡进车轮，丹尼便轻松制服了女人。他迅速给对方套上黑色塑料袋，随后捆上炸弹，拖到了一旁的小树林。但吃一堑长一智，他还真怕再有另外的目击者。确定四下无人后，他当即掏出了小刀。可在不经意间，他突然注意到了女人的脚踝。昨天在追杀那个目击者时，对方脚踝处明明有个小鸟的纹身。丹尼突然意识到自己找错了人，杀一个无辜的女人没有任何好处。他当即做出决断，拿走对方身上的首饰，伪装成了遇到抢劫的样子。丹尼猜的没错，眼前这人其实只是孩子的继母，而昨天那个逃走的女人则是孩子的生母宝拉。他不想让目睹谋杀的事影响生活，可麻烦却偏偏主动找上了门。这天在上班时，宝拉突然接到电话，依旧是那伙声称绑架了弗拉格的绑匪。他们要求在下午3点前，宝拉必须给指定账户打入1万美刀。宝拉只当是杀手打来的，当即准备问问梅姨怎么办。可不巧的是，梅姨去了案发现场，所以没有携带手机。宝拉顿时有点慌，眼看时间已经所剩不多，为了自己的家人着想，他还是决定先把钱汇过去，大不了后面再让警方帮自己追回来。稍微提醒一下，要是在现实中遇到这种情况，一定要相信警方，不要给骗子汇钱。就在宝拉出门去银行时，边上的女同事一时好奇，想看看对方这些天都在忙啥。可好奇心害死猫，她很快就会为这次手贱付出代价。与此同时，宝拉匆匆赶到银行，终于在下午3点前排到了号。可当业务员问她要汇多少钱时，宝拉却说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数字$1。没错，宝拉没打算向杀手妥协。说个冷知识，按照纽约的法律，敲诈勒索没有金额门槛，哪怕只收到1块钱，也属于重大刑事案件，最高可以判4年有期徒刑。警方现在必须立案，保证他家人的安全。而且只要汇款成功，警方就可以通过银行账户锁定杀手的身份和住址。没过一会儿，宝拉便再次接到了虚拟号码打来的电话，1块钱的金额让对方感觉到了侮辱，声称要先给弗拉格一点颜色瞧瞧。宝拉顿时皱起了眉，弗拉格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对方为什么好像不知道的样子？唯一的解释就是电话那头的并非杀手，而是跟弗拉格一伙的骗子。卡拉匆匆挂断电话，他跟弗拉格合作了很久，专门在网上欺骗那些花钱买服务的富婆。仔细想想，弗拉格的确已经好几天没跟自己联系了。他想打电话过去询问，可号码却始终无法接通，他只能徒步走到对方家里。可刚到小区，就看到了警方设立的隔离带。卡拉的心跳骤然加速，坏事做多了，自然会害怕报复。而在另一边，女警官梅姨终于看到了宝拉的留言，但在回过去之前，有同事发来消息，他们提取了案发现场的指纹，在数据库里匹配到了宝拉的身份信息。稍微科普一下，美国警方的指纹识别系统，只有涉及刑事案件、家暴或其他重大纠纷时，相关涉案人员的指纹才会被录入。宝拉这个看似普通的离异母亲，身上显然还隐藏着什么秘密。 Paula, you need to tell me what happened in Portland. 为了调查仙人跳骗局，宝拉找到了弗拉格的2个同伙。等他说出凶手穿的鞋子后，对方很快猜到了是丹尼动的手。可既然是骗子，自然没有报警的道理。他们竟然决定黑吃黑，用宝拉反过来敲丹尼一笔钱。拿着枪的莉莉用变声器打了个电话，说要是丹尼不把2万美金打到指定账户，他们就告诉宝拉谁是凶手，然后把对方送去警局。为了表示诚意，对方必须先付1半的定金，等钱到账后才能得到关押宝拉的地址。莉莉已经打算好了，等定金一到账就开溜，既不用交出宝拉，也不会得罪杀手。可丹尼却不按套路出牌，他先是立马转去了1万定金，随后又找到一个黑客朋友，让对方通过手机号找到了莉莉所在的位置。就在他赶来的路上，宝拉还妄想用嘴炮感化2个骗子，莉莉却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猛地一推，宝拉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在危急关头，他无意中看到了桌上的钉枪。随着场面陷入了一片混乱，莉莉想上前阻拦，却直接被宝拉手中的胶水打退。她奋力跑向门口，却再次被一旁的斯科特抱住。虽然在力量上处于绝对劣势，但宝拉却趁机抓住对方脖子上的项链，随后直接一肘打在对方的面门。他拼尽全力冲下楼，终于有惊无险地逃了出去。由于手掌被钉在了地板，一旦拔出肯定会大量流血。莉莉提议先去把车开到楼下，然后再把钉子拔掉，用最快的速度送对方去医院。可他前脚刚走，丹尼却已经开车来到了楼下。莉莉赶紧打电话给斯科特，让对方捡起地上的手枪，只要一看到丹尼露头，千万不要犹豫，立马开枪。
斯科特很有信心，他现在虽然只有一只手，但枪里有5发子弹，莫非还能被反杀吗？说话间，丹尼已经走到了门口。为了让他放松警惕，斯科特强忍着疼痛说：“宝拉已经被打晕，现在就被他们绑在椅子上。”可丹尼却很谨慎，地上有碎玻璃，说明房间内必有蹊跷。门把手不停地转动，丹尼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，这让斯科特的内心愈发慌乱。此时此刻，他早已忘记了莉莉一开始的嘱咐。随着弹匣被清空，斯科特一度以为自己做到了，他奋力把手从钉子上拔了出来，准备亲自验收这场战斗的胜利。可在打开门后，他却直接愣在了原地，这竟然只是一个障眼法。真正的丹尼早就绕到了背后。斯科特拼命解释，说自己知道宝拉的住址还有利用价值，可丹尼却一个字都不想听。又有谁会相信一个骗子的话呢？手机里不停传来斯科特的求饶声。莉莉很害怕，但她的嘴却依旧很硬，说一定会让丹尼付出代价。不过这一次，她却忘了使用变声器。 We recognized you without the voice scrambler. I'll come find you. 莉莉慌乱地挂断电话，蜷缩在车里一动都不敢动。随着夜色渐深，另一边的宝拉独自来到一家当铺。接二连三的怀疑已经让她对警方失去了信任，而且因为跟前夫的离婚官司，她现在急需一笔钱来支付律师的费用。而先前从斯科特那拽下的项链，说不定就值上几个钱。 2 grand. 宝拉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反正是白捡的，卖多少钱都不亏。可就在老板拿出现金进行支付时，他突然看到了店里的一件商品。 What's that, cut? 宝拉带着满满的收获走出了门，却丝毫没有发现有人正拿着相机对他不停地拍摄。看来除了杀手和警方，似乎还有人雇了个私家侦探，想从他身上挖出点什么秘密。说来也巧，丹尼第二天便在朋友的帮助下悄悄潜入宝拉的家。他打算等对方下班回家后，便彻底解决掉这个隐患。可等的实在有些无聊，他连吃了好几袋宝拉女儿的果泥，不得不说味道的确不错。最后他又拿起了小孩子的玩具，在沙发上玩得不亦乐乎。可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间内突然出现了镜头的反光，他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。在不远处的楼顶，私家侦探架起了摄像机，似乎准备24小时监控宝拉的生活。那在家里动手显然不再是个明智的选择。他的脸已经被私家侦探拍到，而且还被当成宝拉有了新欢的证据提供给了前夫一家。丹尼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但他还是秉持着杀手的原则，干掉了所有存在威胁的目击者。由于不知道私家侦探已经把照片提交，所以丹尼没有去找前夫，而是就近躲了起来。今晚正好是宝拉女儿的同学聚会，有人对梨子过敏，他只好去药店买了点药。就在经过一个居民区时，有辆车的后备箱突然弹起。丹尼已经提前踩了点，这地方是监控死角，但毕竟是居民区，为了防止有其他目击者，他只能先把宝拉打晕，然后拖到其他地方再进行处决。就是没想到这女人会这么凶悍，都快死了还要泼他一脸的果泥。丹尼把车开到了一处桥下，把人干掉后刚好可以扔进河里。但说个冷知识，尸体一旦进入水中，会因为腐败形成巨人观，在内部释放大量气体，导致尸体自行上浮，是所有抛尸方式里暴露风险最高的一种。隐蔽性远不如荒野掩埋或者水泥封尸，可谁又能想到，一个家庭主妇竟会随身带着一把枪？第一次杀人的宝拉该如何向警方解释？女儿的抚养权官司又会不会让她跌入更深的泥潭？咱们下期再见。